最近 AI 的世界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闹，辉达居然直接砸下上千亿美元，重金投入在 OpenAI 身上。这消息一出，市场立刻炸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ChatGPT 已经变成 AI 的代名词了。只要提到生成式 AI， 第一个浮现在脑海的就是它。辉达本来就是 AI 时代的军火商，谁想要练 AI 就得靠它的晶片，现在还把资金全力灌进 OpenAI， 看起来就是妥妥的强强联手。但有趣的来了，当大家都觉得 OpenAI 是当之无愧的领跑者时，投资专家丹奈尔斯表示，他相信 Google 将拥有最佳的 AI 应用，而且不止他，马斯克前阵子也丢出一句颠覆大家想法的话，他罕见称赞 Google， 说 Google 才是最有可能成为 AI 王者的公司。大家要知道，马斯克平常最爱唱反调，尤其对 OpenAI 更是批评不断，会公开给 Google 背书，当然引起各方讨论。为什么马斯克会这样说？本集影片就来聊聊背后的原因，以及 AI 王座争夺战，笑到最后的究竟会是哪家巨头？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投资大波段的频道。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这是我的投资理念。如果你也认同这个理念，请在下方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Google 将成为未来10年 AI 领先者。在最新一集 CNBC 的访谈里，丹奈尔斯，也就是 Nil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的创办人，直接点名 Google， 说它会是未来10年最佳的 AI 应用。这句话一出，市场充满困惑，因为在很多人眼里 ，AI 的代名词就是 OpenAI 的 ChatGPT， 可是奈尔斯却认为真正的赢家会是 Google。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数据。你想想看 ，AI 要变聪明，最需要的不是多炫炮的演算法，而是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而 Google 掌握了什么？全球最大、最丰富的免费资料库，每天有数十亿人用它的搜寻、看 YouTube、用 Gmail、用 Maps， 这些行为都在喂养 Google 的 AI。光是 YouTube 一个平台就囊括了全球最多的影音内容和使用者行为。对 AI 来说，这些就是金矿，是 OpenAI、Meta 或其他公司梦寐以求却拿不到的东西。而且别忘了 ，Google 的市值早就稳居科技巨头行列。但它的估值相对来说还不算夸张。奈尔斯特别提到 ，Google 的本益比大概在25倍左右，比起 Meta、微软或辉达这些 AI 热炒股，反而显得便宜。对投资人来说，这就像是一台高配却打折的超跑，眼下可能被忽略，但一旦加速起来，潜力惊人。当然，有人会质疑 ，AI 搜寻不是会威胁到 Google 的传统搜寻业务吗？但实际情况可能没这么严重，因为 Google 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光是它 AI 驱动的搜寻服务，现在每个月就有超过15亿人使用。对这么多人来说，从传统搜寻切换到 Gemini 模型，不会是什么大问题，反而会觉得更方便。更妙的是 ，OpenAI 虽然不断推出新版本，像 GPT-5， 可是市场反应却不如预期那么热烈。反观 Google 的 Gemini， 增长速度却很快，广告业务也还是稳稳支撑着营收。对投资人来说，这代表 Google 不但守住了既有的金鸡母，还能用 AI 打开新赛道。连巴菲特的信徒艾克曼的基金潘兴广场资本管理都在投资信里提到 ，Alphabet 正在有效执行它庞大的 AI 潜力，甚至已经在扩大竞争优势。他们承认市场上可能还有其他 AI 股票短期回报更高，但长期来看 ，Google 的下行风险有限，成长空间却是10年级距的。简单来说，现在的 Google 就像是赛场上那个看似慢热，但其实底气最足的。它手握全球最多的资料，估值又相对合理，用户基础还牢牢抓着10几亿人。未来10年 ，AI 的王座到底会落在哪里？没有人能100%断言，但 Google 的名字绝对会是不能忽略的答案之一。为何连马斯克都罕见称赞 Google？ 大家对马斯克的印象是什么？大多数人会说，他总是口无遮拦，不论是政府、竞争对手，甚至自己的合作伙伴，他都能毫不留情地公开开火。尤其是对 OpenAI， 马斯克几乎已经变成头号批评者。从离开董事会后，他对奥特曼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甚至到提告的程度。所以，当他在 X 上罕见发文，称赞 Google 最有可能成为 AI 王者时，大家才会觉得格外震撼。马斯克之所以会这么说，和丹奈尔斯的看法类似，因为 Google 真的掌握了 AI 的关键优势，算力和资料。AI 的世界很像炼钢，演算法再好，如果没有足够的矿石和火炉，再聪明的设计都只是纸上谈兵。OpenAI 确实跑得很快，产品更新也不断，
短短几年就把 ChatGPT 打造成全球知名的 AI 工具，这种爆发力让人惊艳。但不要忘了 ，AlphaGo 打败围棋高手 ，TensorFlow 推动 AI 开发普及，还有庞大的云端资源，全部都来自 Google。换句话说 ，OpenAI 就像是一个冲劲十足的短跑选手，跑起来快又猛。Google 则是那个经验丰富的马拉松冠军，耐力和资源都厚实到吓人。所以 Google 其实并不是 AI 的跟风者，而是很早就种下了种子。2017年那篇著名的论文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正是由 Google 研究员发表的。这篇论文提出了 Transformer 架构，直接奠定了今天 ChatGPT、Gemini 等大型语言模型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 Google 当年的研究，现在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这场 AI 盛世。Google 也一直在投资外部新创公司，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持有前 OpenAI 员工创立的 Anthropic 公司14%的股份。这家公司后来推出的 Claude 在市场上也是颇有名气。除此之外 ，Google 还在推动 Say Superintelligence 等专案，等于一边自己开发，一边投资潜力股，把整个棋盘都布局起来。资金方面 ，Google 更是毫不手软，在最新一季的财报会上。执行长皮查伊宣布，今年资本支出会拉高100亿美元，来到850亿。这么大的金额会被用在晶片采购与 AI 基础建设，目标就是满足全球对 Google AI 的需求。这背后透露出一个讯息 ：Google 不是只想跟上，而是要加速冲刺。在 AI 科学的顶尖舞台上 ，Google 也留下了漂亮的成绩。去年 DeepMind 的执行长杰米斯·哈萨比斯因为在蛋白质结构预测上的突破，和团队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这象征 Google 不只是商业公司，它还能在最硬核的科研领域拿下世界级的荣耀。当然，马斯克这番话并不是无条件的夸赞，他也提醒 Google 的领先优势未必能永远维持，几年后局势可能会改变。毕竟马斯克自己也有期要走。他在2023年创立了 XAI， 推出聊天机器人 Grok， 短短1年多就融资超过120亿美元，公司估值来到500亿。马斯克甚至还打算让特斯拉股东投票决定是否投资 XAI， 这显示他并没有放弃在 AI 战场上争一席之地。我们每周会上一部 YouTube 影片，若有突发事件就比较难及时的得到分析资讯，你必须等到发片时间才能看到。如果你想看到我比较及时的投资分析，或是盘势出现紧急状况，想了解我的看法，尤其是有玩台股、美股或是台指期货、美国期货的朋友们，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毕竟很多时候盘势的走法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时，投资人都很容易惊慌失措。那如果能尽快得到可参考的资讯，对你的操作规划也比较有及时的帮助。专栏的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辉达也携手阿里巴巴，在 AI 的战场上，不只是欧美企业在你追我赶，中国的巨头也正在加速冲刺。阿里巴巴不久前丢出了一颗重磅消息，他们正式宣布和辉达合作，扩张海外资料中心，并推出新一代 AI 产品。消息一出，阿里巴巴港股直接狂涨将近1成，创下近4年的新高，美股 ADR 盘前也跟着飙涨快10%。这样的涨势不只是股价上的反应，更是市场对阿里 AI 转型投下的一张信任票。阿里巴巴这几年很清楚，光靠核心的电商业务已经无法满足未来的成长需求，于是他们把云端和 AI 定为下一代的重心。这一次在年度的云栖大会上，阿里云端部门端出了几个大动作，和辉达一起开发资料合成、模型训练和测试，还宣布要在未来1年把资料中心扩展到巴西、法国和荷兰，之后还要进军墨西哥、日本、南韩、马来西亚和杜拜。要知道，阿里原本就已经有29个地区、91座资料中心，这个新计划会让它的全球网络版图再度扩大。阿里巴巴的执行长吴永明在会上直白地说 ，AI 的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还快，基础建设的需求更是如此，所以公司会进一步加大投入。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因为阿里在今年稍早已经放话，未来3年要投下3800亿人民币，也就是大约530亿美金，专门用在 AI 基础建设上。对照辉达才刚宣布要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在 OpenAI 并供应资料中心晶片，阿里这次选择与辉达合作，就像是在告诉市场，这场竞争阿里也要全力参战。在产品方面，阿里巴巴也拿出了新武器，他们推出了史上最大的语言模型通1000问3 Max， 参数规模超过1兆。这不只是数字上的炫耀，
而是意味着模型在程式码生成和自主代理能力上有了显著突破。什么是自主代理？简单来说，以前的聊天机器人要人类一步步下指令，现在只要你设定好目标，它就能自己想办法完成任务。这代表未来你可能只要说，帮我规划一个欧洲10天的旅行行程，包含交通和住宿， AI 就能自动帮你排好，而不需要你逐条输入。更厉害的是，在第三方评测 Tao2 Bench 中，通义千问3 Mike 在部分指标上已经超越了 Anthropic 的 Claude， 甚至压过了中国的对手 DeepSeek V3.1。除此之外，阿里还推出了多模态系统 Qwen3 Omni， 可以应用在智慧眼镜、智慧座舱，甚至虚拟与扩增实境的场景里。阿里云的 CTO 周敬仁也强调，这些新模型不只是要跟别人比拼，更要让阿里云端的服务有差异化，能提供独特的体验。数据上也能看到成效。上个月阿里公布云端业务的营收年增26%，显示 AI 已经不再是烧钱研发的实验，而是真的开始带来商业化的成长。整体来看，辉达这次不只和 OpenAI 绑在一起，也选择牵手阿里巴巴。对辉达来说，这是另一个收租的管道，因为只要谁要发展 AI， 却绕不开它的晶片。虽然本集影片的标题是 AI 王座争夺战，但投资 AI 并不是谁输谁赢这么单纯。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布局揭示了未来10年的方向。AI 将不只是工具，而会像电力、网际网络一样，成为新的基础设施。谁能掌握算力、资料和应用场景，谁就能主导游戏规则。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投资商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欢迎底下留言，我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连带融入基本面、筹码面跟技术分析，一起来挖掘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过去1年，辉达凭借高效能 GPU 在 AI 与云端领域建立了近乎垄断的地位。微软和 OpenAI 等巨头都必须仰赖租赁辉达的晶片来维持算力。但今年，中国的 DeepSeek 展现突破，推出能挑战辉达的替代方案，加上美方的出口管制，反而刺激中国加快本土晶片创新。这让业界普遍认为，美中竞争会打破既有格局，为 AI 市场带来更多变数。这些变化也直接反映在美股表现上。像美光虽然因 AI 资料中心需求带来利多，但股价仍下跌，显示投资人对产业不确定性的担忧。Adobe、Oracle 等软体公司同样承受压力，进一步影响了 S&P 500和 NASDAQ 的走势。市场一方面看好 AI 的长期价值，但另一方面也担心庞大的资本投入能否转化为稳定回报，以及新进竞争者是否会削弱巨头的护城河。尤其是辉达的地位，虽然短期内仍难以撼动，但分析师已经提出警告，技术更新的速度、全球竞争的加剧，加上美中对抗下的政策风险，都可能让更便宜、更灵活的替代方案快速崛起。换句话说， AI 产业的领导权并非高枕无忧，而是充满变数。AI 的投资趋势将受到3大因素牵动：高阶晶片的供应能否跟上，竞争对手的技术突破速度，以及全球政策的调控方向。微软与辉达的深度合作确实展示了现阶段的领先优势，但同时也暴露了产业仍在激烈洗牌中的现实。对投资人和产业参与者而言，真正的课题不是追逐短期的明星，而是要持续追踪新创力量的崛起，以及中美政策对供给链的深远影响。因为在这场 AI 浪潮中，只有看懂趋势、提早布局的人，才能在未来的冲击中站在浪头之上，而不是被巨浪吞没。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